男孩去机场接自己的姑奶奶，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有一个小女孩一直盯着他，还不等他说话，小女孩奶乎乎的询问道：“你是沈牧野吗？”沈牧野低头认真打量起他，他可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这小东西。虽然他不爱记人，但就这小孩的样貌，真见过他是会有印象的。小屁孩，你是谁？沈之音腮帮子鼓起来，有点不高兴，举起手里的奶瓶晃了晃。我是你姑奶奶，你姑奶奶沈之音。沈牧野吃了下，冷笑着拿了支烟塞嘴里，双手插兜，一副拽上天的模样。我姑奶奶，小屁孩，第二大野心还不小。你要真是我姑奶奶，我还是你太爷爷呢。沈之音抿着嘴巴哼哼两声，妥帖的放好奶瓶，在背包里找啊找，翻出一封信递给他。沈牧野挑眉，干嘛？信你看完就知道了。沈牧野啧了一声接过来，对眼前的小孩子倒是没什么防备，毕竟他这么个大男人，还能被一个小屁孩给拐卖了。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写信的。打开扫了一眼后，他的身体渐渐站直了，表情也从刚开始的漫不经心到震惊。看看信上的内容，再看看面前还没自己腿长的小孩，满眼的不可思议，紧接着脸黑了。你真是我姑奶奶，还没断奶的姑奶奶。小家伙点头，叼着奶瓶狠狠吸了一口，故意板着一张非常稚嫩的小脸，语气沉沉：“侄孙，你刚才太不礼貌了，我太爷爷早死了。”沈牧野噎住了，谁懂啊？来接姑奶奶，遇到一个奶都没断的小屁孩，自称我姑奶奶，没想到还真是啊！这脸给打的，沈牧野都想打自己亲爸一顿了。他也没和自己说这姑奶奶背的是个小屁孩啊，这也太幻灭了。还有这里面是牛奶，还有我的药，奶瓶怎么了？少看不起奶瓶这个方便携带呢。沈牧野不和他争论这些，他视线往周围看了看，就你一个人。沈之音点头，昂了一声。沈牧野有点抓狂了，不是说老家那边有人送他过来的吗？谁这么丧心病狂，让小孩一个人坐飞机的？少年黑着一张脸带沈之音离开机场，不过在经过一处卖甜点的商铺时，他站着不动了，一双乌黑黑的眼珠子都粘在那些精美的糕点上。小朋友，你的家长呢？沈之音眨巴眼睛，然后非常笃定的道：“没有家长。”真要算起来的话，他才是家长呢。这样啊。店员小姐姐四处看了看，觉得小姑娘应该是走丢了，于是就拿了一块奶香面包递给她。是不是和家长走丢了？饿了吧？你先吃着，咱们等等好不好？沈之音乖乖点头，拿着面包小小的咬了一口，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好好吃，好软，好可爱。陈小安内心尖叫，要被萌化了，这谁家小孩啊？简直天仙下凡来的吧？谢谢你。沈之音看着他，声音软糯糯的道谢，低头开始在自己的小包里扒拉了起来，然后找出一个折叠成三角形的黄符出来递给他。这个给你。陈小安一脸懵逼，怎么见面礼还带送这个好诡异哦？刚想问什么，正巧这时候沈牧也一脸黑气的走过来。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没跟上来？他在前面走着走着，发现太安静，扭头一看，好家伙，才接到的人没了，找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了在糕点店门口的沈之音，还和一个陌生人有说有笑的。这小傻子怕是被卖了，都得帮着人数钱吧？沈之音哼了一声，将小脑袋扭到另一边，不去看他。不要脸，走那么快，要小孩子追。他还伸出一只小短腿在沈牧野面前晃晃。我这么短的脚，跑起来都追不上啊！沈牧野低头看了眼，他短啾啾的小胖腿也心虚了，没带过孩子，只顾着往前走了。沈之音小嘴还在叭叭呢。坏侄孙，不尊老，不爱要，差点把姑奶奶弄丢。老和幼他可是都占了，辈分大着呢。哼，这小破孩嘴巴咋那么能说呢？吃都堵不住你的嘴是吧？吃饱没？还要不要走啊？沈牧野故作凶巴巴不耐烦的样子，打断他的唠叨，瞧了眼他手里的面包，眼神嫌弃，朝陈小安递去一眼，给我打包那款黑森林蛋糕。陈小安连忙把那副揣进衣服口袋里。好的，您稍等一下。走吧。拎着打包好的蛋糕，沈牧野抬了抬下巴道：“沈之音决定大人不计小人过，不和这个侄孙计较，才不是因为他手里的蛋糕呢。”离开之前，沈之音对陈小安道：“你回家的时候，如果遇到冲突，别去凑热闹，不然会有血光之灾的。”陈小安和沈牧野都被他的话给弄懵了，沈之音却没打算再解释什么，只倒腾着小短腿跟在沈牧野身边离开。这次沈牧野要走得慢很多了。有小姑奶还会算命啊，给别人胡说八道，当心来打。语气略带嘲讽。沈之音吃着面包，有点噎住了，拉着他的手指：“侄孙，我想喝水。”他的牛奶已经喝完了。少年顿时炸毛，别叫侄孙，叫我沈牧野。被这么一小孩叫侄孙，要是被他那帮死党知道了，得笑死他。我要喝水。他的奶喝完了，老道士小气把拉的，只给他装了一瓶奶，他都得省着吃才行。沈牧野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但还是认命的带他去买水了。喝水还是酸奶？沈之音眼睛一亮，我要酸奶。两人出了机场，看着自己骑来的摩托车，沈牧野沉默了。这玩意儿能带小孩吗？答案当然是不能的。沈牧野还不想以这样的方式被抓到局子里去，他表情臭臭的打车回去。回到沈家老宅别墅，管家迎了上来：“少爷怎么没让司机去接你们？那位姑奶奶呢？”姑奶奶没看到，她只见到了少爷身边跟着的小奶娃。哎呦，可真可爱，比少爷们小后时候都可爱，好看呢。这爱呢？沈牧野表情不太好看的看向沈之音，虽然他万分不想承认。管家不可置信的看着小奶娃，这辈分大的有点离谱，那家主岂不是也得叫这小奶娃姑姑？你好。沈之音奶声奶气的打招呼，脸上带着肉嘟嘟的软肉，也可爱的紧，声音也软糯糯的。您好，午餐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少爷，你们现在就餐吗？在惊讶，管家也拿出了他的专业素质来笑眯眯的回应。听到吃饭，沈之音眼睛亮了起来。虽然在车上吃了沈牧野买的蛋糕，但他现在还能吃下很多东西。沈之音力屁颠屁颠二的跟着进去，只是路过其中一个佣人的时候，他的脚步停顿了，下抬头看了过去，
那人低头，他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小姐你好，我是沈家的司机。沈之英眨巴了下眼睛，点头没说什么。先去吃饭了，吃饱喝足。沈之英抱着奶瓶打了个嗝。想要去散步消食，侄孙你去不去呀？不想去，谁让你吃那么多，活该。饭后消食，身体健康，坐着不动，屁股变形。好歹毒的诅咒。最后沈木也还是不情不愿的被沈之英带着消食去了。两人不紧不慢的围着别墅绕圈，主要是沈之英腿太短了。那个司机在沈家工作几年了？4年，怎么问起他来了？沈之英拍拍自己的小肚子，声音糯糯的放出个炸弹。那你查一查他吧，我看他和你们家有一桩因果牵扯，我掐指一算，应是沈家财气，如果处理不好，沈家有人会遭血光之灾的。不是，你小年纪怎么还学起神棍大套了呢？以前到底是住在哪里的？虽然之前在车上发生的一切的确有点玄乎，但沈木也根本不信那些神叨的东西。沈之英黑黝的眸子认真的看着他。你不信我，那你去查一查嘛，查那位司机还有他的家人，他们有人在半个月内会欠下好大一笔钱。这些都是沈之英从那司机的面相上看出来，因为和沈家有牵扯，他才会和沈木也说，这个侄孙虽然对长辈有点不礼貌，但人还是不错的，况且他以后要住在沈家，也是欠了沈家的因果了，所以帮助他们也是应该的。沈木也敷衍的点头，知道了，知道了。沈之英一看他就没把自己的话听进去，有点生气的鼓了鼓腮帮子。你不信我说的话，那自己去查，我可提醒你了哦。看他这么较真，沈木也认真起来，我会让人去查的。说完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谬谬，竟然真的被这小屁孩唬住了。还有这3岁的小孩说话这么清楚，这么多的吗？陈小安下班后和平时一样回家，不过走到一处居民巷子的时候，忽然瞧见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隐约还听到那边传来的吵闹声音。八卦的本能，陈小安立马就想上前去看热闹，毕竟那边围着的人不少。但是刚走到一半，他忽然想起了机场那个小女孩的话，你回家的时候如果遇到冲突，别去凑热闹，不然会有血光之灾的。陈小安的脚步停了下来，有些犹豫要不要过去。也就是在这时候，那边传来了一阵惊恐的尖叫声，啊，杀人了！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陈小安也被散开的人群撞得趔趄下，还没等他站稳，就发现一个表情狰狞、眼睛赤红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刀朝着自己这边过来。那一瞬间，陈小安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是在那把刀快要碰到他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他身上金光一闪而逝，直接把男人手里刺过来的刀给弹飞了。也趁着这个空档，几个身材比较强壮的男人立马上前控制住那个发疯的男人，得救了。陈小安直接腿软地跌坐在地上，心里慌乱又后怕，差一点他就被打了。一直到了巡捕局，在巡捕员小姐姐的安抚下，他的情绪才勉强缓过来。这次的事情对他来说完全就是无妄之灾，他只是和以前一样，想要看个热闹而已，谁知道差点小命丢了。还好凶手的刀没拿稳，不然你这次就危险了。以后看见这种热闹还是不要凑上去。巡捕员小姐姐也唏嘘不已。陈小安连连点头，忽然想到什么，连忙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捞出了一个完全暗淡褪色了的符。想想之前那小姑娘的话，以及之前那男人拿刀刺向自己的画面，现在这原本富有光泽的符依稀之间暗淡成这个样子，他越发肯定就是那小姑娘救了自己。不过这话说出去肯定没人会相信。陈小安把符握在手中，双手合十，直接跪地上朝天拜了，拜谢小神仙救我狗命。旁边的巡捕员愣了一下，在巡捕局感谢神仙，你这是在挑衅呢，还是在挑衅呢？此时已经天黑，正坐在床上盘着小短腿打坐的沈之英忽然感受到一小缕愿力和功德金光涌来，他的修为上涨了一些，原本停留在炼气2层的修为隐隐有突破的迹象。他掐着小手指头算了算，原来是在机场送我面包那姑娘，看来她是躲过那一劫了。隔天一早，沈之英嘴里叼着包子跑去敲沈木野房间的门。干嘛？昨天本就熬夜，还有起床气的沈木野居高临下的看着门前的小家伙，语气非常不好。沈木野，我能把我的宠物带到沈家来养呢。沈之英倒没有被他吓着，仰着漂亮的小脸，糯生生的询问：什么宠物？一只有点大的猫，现在在师傅那里呢，可以的话让给我送过来。妈，虽然沈木野更喜欢狗，但是也不排斥家里人养其他动物，只要别打扰到我就行了。沈之英立马眉开眼笑，看着沈木野的眼神无比慈爱。谢谢你哦，你要不要和你爸爸说一声？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知道了，你没手机是吧？我让管家去给你买一部来。这姑奶奶从深山里来的，没手机能理解，不过为了以后方便联系，还是买一部手机的好。那我不能白要你的东西，这个给你。沈之英拿出一张折叠成三角形的黄符，且和送给陈小安的不同，给沈木野的还用红绳绑着的，可以挂在脖子上，也可以挂在手腕上。沈木野眼神带着几分嫌弃的接过来，这什么你还搞迷信搞上瘾啊？知不知道现在打击封建迷信啊？沈之英鼓了鼓腮帮子，用眼睛瞪他。这个是平安符，保平安的，你不要还给我。沈木也没等他抢过去，就拿着举起了胳膊。送人的东西怎么还带收回去的呢？你这样可不行啊，小姑奶奶。沈之英哼了一声，转身跑楼下去了。他还有饺子没吃完呢。去学校的路上，沈木也把平安符的红绳在手腕上挽了几圈，小小的三角形平安符非常规整，颜色鲜亮好看，挂在他手腕上，看起来还有个兴奋。快到学校的时候，看着司机，沈木也忽然想到了昨天沈之英和他说的话。六叔，我看你这2天气色不太好，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正在开车的司机突然被这么问，握着方向盘骤然紧张了起来，他脸上挤出个笑来。没有，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少爷到学校了。沈木也应了一声。那你先回去吧。他没再继续追问刚才
才的事情。看着司机开车离开，沈牧野原本还带着几分桀骜吊郎当的表情沉了下来。他是比较粗心大意，但不代表是蠢了。沈家人就没有一个是蠢的。刚才他问出来后，司机语气不对，若是平时他肯定不会怀疑，但是有了沈之音的提醒后，他越想越不对。看来的确得找人去查查司机家里的情况。沈家，沈之音在沈家2天基本摸清楚了沈家周围的情况后，他想出去逛逛了。他告知管家一声后，立马撒丫子跑了，生怕再派个人跟着他。刚走到公园前方，传来争执声：“你这人怎么回事？带狗出来都不牵狗绳的吗？咬着孩子了怎么办？”沈之音听了一会儿，也弄清楚了情况。一个老者带着自家孙子在公园里遛弯，另一个打扮富贵的中年女人带着他家的狗出来遛狗。但那女人没用牵引绳套，因为那狗长相凶体型大，朝着祖孙俩冲过来，还冲着他们叫了几声，却把那小孩给吓哭了。现在的孩子真矫情，这样就吓着了我家 M 可不会咬人，我倒是怀疑你们是不是想碰瓷了。对老人的控诉和那小孩的哭声，女人不仅没有任何歉意，反而怪上他们2个，白眼都快翻上天了。沈之音看了眼那狗，他不认识那是什么犬种，但那狗是有凶性的，根本不是那女人口中所说的。那狗根本不咬人，并且在他们争吵的过程中，那狗也在龇牙发狠，四肢微微弯曲，目光紧紧地盯着老人抱着的孩子，这是一种准备捕猎的动作。沈之音快步走了过去，忽然那狗庞大的身体朝着老人扑了过去。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女人不去制止自己的狗，反而在旁边尖叫了起来。老人被吓得抱着孩子连连后退，但他年纪有点大，退了几步直接跌倒在地上。他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了怀中的孩子，然而人的惨叫声没有，倒是那狗惨叫了起来。老人惊惧中睁开眼睛，看见了挡在面前的小姑娘，还没有她的腰高，却双手掰住了那大黑狗的嘴，手上一个巧劲翻转，那大黑狗就直接被翻了个面，狠狠地摔到地上。沈之音放开狗，2只小手叉腰，气呼呼地站在那一老一少面前。你干什么？看到自己的狗被摔倒嗷叫，赵毅声音尖锐地质问沈之音。还没等沈之音说话，那黑狗又带着凶性冲了上来。小心！老人心惊胆战地提醒。沈之音立马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小牙齿，奶凶奶凶的。黑狗站在他对面，凶狠的叫。沈之音也不甘示弱，嗷嗷的回应着。一人一狗就这么对骂了起来，在场谁都听不懂他们在骂什么。明明挺紧张的氛围，现在却不是那么紧张了。大概因为黑狗骂得太脏，最后沈之音不服气，冲上去拿着小木剑就戳了黑狗的眼睛，还飞起小短腿踢他下巴。明明看起来毫无一脚，鸭子愣是把黑狗踢翻了，夹着尾巴呜呜叫。啊，我的阿门，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价多少？你们赔得起吗？老人气得手都颤抖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顾着你的狗？知不知道它差点就把我们咬到了？那不是还没咬到吗？就算被咬到了，我赔几个钱不就行了？至于吗？我告诉你们，咱们要是有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好家伙，沈之音都侧目了。不是说这是个法治文明社会，竟然还有和古代恶霸一样不拿人命当命、嚣张跋扈到令人厌恶的人。最后他们这些被害人没想到报警，赵毅倒是报警了，并且在等巡捕员的时候，不过的赵毅走到沈之音面前，抬手就要打开耳刮子。小贱人，谁让你多管闲事的？沈之音躲开。倒霉王一儿，你家有你破大产了！你说什么？听到沈之音诅咒他家破产，赵毅表情狰狞的吓人。小贱人，你家才会破产！明明是个穿着打扮都挺好的人，但骂出来的那些脏话，小孩子听了都生理性的觉得恶心。老头过来把沈之音挡在身后，和赵毅对峙。他骂不出什么难听的话，肯定处于弱势一方的。沈之音手一抬，一张黄符飞过去贴在了他背上。骂着骂着，赵毅惊恐地发现自己出不了声音了。这样诡异的场景不说，那女人自己老人都被吓着了，他们都没看见沈之音丢出去的符箓，所以对此才更加害怕。老人连忙双手合十，向四方拜了拜。作孽作孽，菩萨都听不下去了，你这是造了多大的口业哦！女人继续发出呜呜的声音，明显也有些慌了，但不难看出她慌乱依旧在骂骂咧咧的，不知悔改。巡捕员来了之后，沈之音打了个手印，封口符被风吹走，他又能发出声音了。听着自己的声音，赵毅激动过后，连忙跑向巡捕员。呵，刚才有鬼，我刚才突然不能说话了，他们几个都看到了。面对巡捕员们看过来的视线，沈之音满脸无辜。他在说什么呀？他刚才一直在骂我们呢，可难听了，依依害怕。老人也很懂得配合着点头。没错，巡捕员同志，这个女人刚才一直在骂我们，而且骂得可脏了。老头子，我这辈子都没听过那么多脏话，还有她带着那么大的狗出来不牵狗绳，差点就咬着我们几个了。你们可以调取监控。你们胡说！赵毅指着他们又开始骂了起来，那骂声连巡捕员都听不下去。女士，麻烦你冷静，请不要乱骂脏话。巡捕员的语气严肃了些，赵毅立马就不干了。是我报的警，你们凭什么帮着他们？我的狗都被那小可爱打伤了，你们都给我把他抓了。不管是谁报的警，我们都会秉公处理的。现在请你们都去一趟巡捕局做笔录吧。凭什么？我又没错，跟着你们去巡捕局做什么？抓他们啊！见巡捕员执意要带走他，赵毅开始撒泼威胁了。知道我的老公是谁吗？就敢抓我？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哟，你老公谁呀？脾气这么大，说出来听听。一道带着脾气的声音响起，他双手插兜，比沈牧爷爷还拽。旁边的巡捕员看着他都笑着了一声。秦队，是你。秦真抬了抬下巴，走一趟吧。大婶，你老公真那么厉害，那就等他想办法来保释你哦。说完他嗤笑一声，那样子完全没将耍赖的女人放在眼里。赵毅
赵毅气得面红耳赤，但诡异的是却不敢在青年面前撒泼。就算你是秦家人，那也不能随便抓人吧？很明显，他是认识青年的，并且还很忌惮。随不随便的，等到了巡捕局不就知道了。到了巡捕局后，巡捕员这边已经调取了小区的监控视频，的确如老人所说的那样，是赵毅不在理，带狗出来溜，不拴狗绳就算了，差点咬着人了，态度还敢那么嚣张。不过看到监控视频中沈之英3、2下将恶犬制服，并且还一脚踢飞出去的时候，巡捕员们都惊呆了，他们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眼睛出现问题了。好家伙，这小姑娘看着那么小小的一只，还是个高手啊！秦真也挑了挑眉，小妹妹可以啊，你这哪里学的？和我师傅学的。乖，监控你们也看到了，是这个小可爱打伤了我的狗，怎么样也得他赔钱吧？我这可是纯种的罗威纳犬，贵着呢，平时家里好吃好喝的供着，把它养到这么大，花费也不少，怎么着也得赔个上百万吧？这下别说那个老人了，巡捕员都忍不住了。要不是身为民警不能骂人，他们是真的很想骂一句，这是真他妈的不要脸啊！但这些巡捕员中一个人除外，秦真嗤笑一声，我说这位大婶了，那些防御工程没用你的脸皮去修，那可真是工程界的一大损失。虽然人的智商有高有低，但也不至于脑干缺失啊！怎么你们家的狗拉的是湿金子啊？值得你这么把它当成你爹妈一样供着？我错了，你亲爹亲妈恐怕都还没这待遇呢。你确定现在要在这儿跟我讨论狗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沈之英更是睁大了双眼看向青年，一双眸子格外明亮。原来还能这样骂人的吗？学到了，学到了。你怎么骂人呢？赵毅气了半天，只憋出这么一句话呀。秦真一脸惊讶，哟，你能听得懂话？我这怎么能算是骂人呢？毕竟和你比起来，那可差了个银河系了。骂人这话我可不敢当。周围的人都把愤慨为吃瓜了，会说点你就多说点。看赵毅脸都绿了，他们爽了，但爽了之后还得一丝一丝的劝一下。好了好了，我们是巡捕员，就不要和这位大婶计较了。你这劝了还不如不劝呢，叫谁大婶呢？虽然背对了，但是赵毅依旧坚持索要赔偿，并且在她老公来了之后更有底气了。赵毅的老公也属于豪门贵族，姓王，家里的公司开得不小，因此他才有那么大的底气。秦真抱着胳膊，想要赔偿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几位受到惊吓的精神损失费，你们是不是也得赔偿一下？赵毅老公嘴角扯了扯，碍于秦真的身份没发火，但是被一个小辈这么下了面子，他心里也不爽。秦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你也没关系，何必掺和进来的？秦真咧嘴露出一个笑来，痞里痞气的，没什么，多管闲事儿什么的，这不就是巡捕员该做的事情吗？你说我都穿上这身衣服，总不能看着你们仗势欺人是吧？王康不敢招惹秦家，毕竟王家算起来只是暴发户起来的小贵族，和秦家是完全没得比。他看秦真是帮定那3人了，也不再多做纠缠，而且这件事真算起来也是他们不在理。见丈夫想要就这么算了，赵毅可就不乐意了。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M 都被打死了，那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他不依不饶，但王康就不耐烦了。你到底走不走？不走那就自己留在这里吧。说完就大步离开。赵毅恶狠狠地瞪了沈之英一眼，也只能跟上去了。你们回去之后自己当心点，毕竟住在同一个地方。那2人看着可不像是心胸宽广的。巡捕员和沈之英他们3人交代完，要他们出示身份证登记一下就可以离开了。但是沈之英没有身份证，而且还和老者没任何关系。你不是他孙女啊？沈之英摇头，老者也道：是这小姑娘救了我们祖孙俩。巡捕员同志，你们看我能不能把这小娃娃一起带回去？不行，巡捕员拒绝道，必须得让他的亲人来带走才行，他年纪太小了。头疼，这么小的奶娃娃，脖子上还挂着个奶瓶呢，究竟怎么有勇气去打那么大一只狗呢？最离谱的是，还真让他给打赢了，让他祖孙俩先离开。他们开始询问沈之英知不知道家里人的电话。沈之英抱着奶瓶吸了好大一口，这牛奶可比老道士给他买的香多了，可惜快喝完了。不知道，我才到 A 市来，目前借住在亲戚家的。从沈之英的言语中，巡捕员判断这小朋友应该是能描述清楚家里情况的，于是就问他目前所住亲戚家的信息。姓沈，沈宽，他还有一个儿子叫沈牧野。沈之英看过去，发现是正在喝茶的秦真被枪着了。你说谁家？沈之英奶声奶气的再次复述了一遍，然后微微偏头看他。你知道？秦真走到他身边，蹲下上下打量。好家伙，真是那个沈家的。我怎么不知道沈家有个流落在外的女儿了？是沈牧野表妹还是堂妹？沈之英摇头，软糯的声音带着几分轻快。沈牧野是我侄孙，我是他姑奶奶。可嗨，秦真又咳嗽起来，并且比之前更严重。沈之英怀疑的看着他，但看他的面相也不像是生病的样子。瞧着身强力壮的，咋的中看不中用啊？秦真凑到小姑娘面前，再次询问：你真的是沈牧野的姑奶奶？那不也是沈修南的姑奶奶了？沈修南。他扒拉了下记忆里老道士和自己说的信息，好像是沈家那当兵的儿子。听他这熟练的语气，就知道他和沈修南应该是认识的。你是沈修南的朋友？秦真点头。我们军校的时候室友来着，而且还是关系很铁的那种，要不然也不会在知道沈之英身份的时候那么惊讶。沈修南竟然有个年纪这么小的姑奶奶，哈哈哈！幸灾乐祸了一番，他决定把这小姑娘带出去。走吧，我带你回沈家去。沈之英礼貌道谢，秦真能带她离开，当然是最好的。沈家现在没人，唯一一个在世的沈牧野又在上课，他不想麻烦他。离开巡捕局，沈之英从随身携带的包包内拿出一张黄符递给他。你帮了我，我也送你东西，这个是平安符，可保你平安哦。秦真非常无语的看着他。我说小家伙，要不要看看我们身后是什么地方？还有我穿的这一身衣服，你觉得你给我这个合适吗？在巡捕员面前宣传这东西，这小家伙可真有前途。沈之英直接把符塞他手里一脸。你怎么那么笨？就是因为你是巡捕员才给的呀。我这符是保护你平平安安的，真的。虽然不信这个，但秦真还是接过来了。至少这小家伙
伙嘴里的那句保护他平平安说的很是真诚。东西我就收下了，走吧，我去开车。把沈志英送回去的时候，沈家的管家正着急的找人呢。果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要是再晚点回来，管家都得打电话报警了。小姐哎，您这是跑哪里去了？咱们的人找遍了，周围都没找到。果然就该给他配几个保镖跟着。沈志英抱着奶瓶，有点心虚。我不是故意的，是有狗和人碰瓷的。管家连忙摆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秦少爷，您怎么来了？他的目光这才落到了秦真身上。你家这位姑奶奶因为一件事到巡捕局去了，我送她回来。他简单的说了下，经过管家皱眉，是那王家的，之前就听说差点咬着人，小区保安去劝的时候，那女人还把保安给骂走了，没想到还真是死性不改。他眼里带着不屑，竟然还欺负到沈家辈分大的姑奶奶身上来了，真是不知所谓。他马上和家主告状，面带笑意送走秦真后，管家连忙询问沈志英有没有受到惊吓等等问题。沈志英眼巴巴的看着餐桌上丰盛的各种菜，不争气的口水都差点流出来。闻言连忙摇头，木有，他们欺负不到我，因为厉害着呢。管家见他状态还好，就没再问什么，反正这状他是告定了。为了能接到钱，身为姑奶奶的小崽子决定亲自去接侄孙放学。然而从面前走过的蚂蚁都数了50几只了，人还没出来，他掐指一算，还在学校呢。沈志英鼓了鼓腮帮子，起身朝着学校走去。此时沈木也下午放学后，一般都会和几个好哥们一起打篮球，在学校几天都把家里的小姑奶奶抛脑后了，也没急着回家。抱着球往球场去的时候，他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事情。沈哥，你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沈木也皱眉，总觉得忘了什么事情了，一时间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就别想了，走吧，不然球场让别的人占了。沈木也没再放在心上，开心的玩篮球去了。沈志英和门卫说清楚情况后就进去了，就是他也不知道沈木也在哪里，要不折个小纸人找一找。小妹妹，你来找人的吗？或许是看他一个小孩站在那里，有些孤零零的，一个热心的小姑娘走过来询问。沈志英点点头，放弃了折小纸人的打算，毕竟小纸人不会隐身，被发现了会吓到人的。我找沈木野，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沈木野是那个沈木野吗？沈志英看着漂亮小姐姐一脸疑惑，你们学校有几个沈木野？嗨，毕竟现在同名同姓的人挺多的，但我知道的就一个沈木野，他应该在打篮球，我带你去看看吧。沈志英嘴巴甜甜的道谢，谢谢啊。你看看那个是不是穿蓝色篮球服的那个，特别显眼。咦，就是他。和热心女孩告别后，沈志英朝着人群中走了过去。凡是他经过的地方，旁边的人突然都感觉自己像是被谁动作轻柔的推开。沈志英顺利的到了前面，身上依旧干干净净的，头发都没乱一下，就是有点浪费灵力了。找侄孙好累，容他先吸口奶休息下。正准备拦住敌方篮球的沈木野，余光扫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他我靠了一声，一个分神，那篮球直接砸他脸上。沈木野捂着高挺的鼻梁坐地上。卧槽，沈哥你没事吧？沈木野蹙眉，这一下砸得他鼻子都酸了。沈木野，软糯糯的小声音在一群变声期略显粗糙的男生中格外引人注意。大高个的男生们顺着声音看过去，漂亮的跟洋娃娃似的小仙女拿着个奶瓶倒腾的小短腿跑过来。沈木野，你疼不疼呀？好笨哦！沈志英气鼓鼓的从斜挎的小包包里拿出一块创可贴，手拿开。一向桀骜的少年下意识的放手了。沈志英凑过去，吧唧一下给他贴上了创可贴。只几秒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鼻梁带着点凉飕飕的，好像没那么疼了。就是鼻梁被砸的时候，生理泪水控制不住掉下来，现在眼睛还红彤彤的，有点丢脸。你怎么来了？沈木也瓮声瓮气的说话，周围的男生们睁大了眼睛，一个劲儿的猛瞧沈志英。卧槽，沈哥，你女儿都这么大了。当然这纯是开玩笑的，被沈木也凶狠的瞪了一眼，缩着脖子躲开。我来找你的呀，找你借钱要买东西。沈志英倒是没在乎他们的玩笑，都是一群小屁孩，他小小肚子能撑船，不和他们计较。沈木也等鼻子不疼了，扭头和旁边的人说，你们还想打的继续，我先走了。不是哥，这谁啊？没听说你还有个妹妹的。我也没说她是我妹妹啊，但到底是她的谁？沈木也却不乐意说了，倒不是觉得丢脸，这么小的姑奶奶他真喊不出来。车上沈志英直接拿出了一张购物清单，小嘴巴巴的说着他要买的东西。我暂时还没有钱，你借点钱把上面的都买了，赚钱了还给你。小家伙眼巴巴的看着他，他一个长辈找小辈要钱，怪不好意思的，但是这上面的东西都是他现在需要的。沈木也接过来一看，这写的啥？字好丑。沈志英小脸一红，一把抢过清单，小嘴狡辩，我写的狂草，你看不懂，那是你智商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沈志英拿着清单，用稚嫩的小奶音念出来的一溜全是中药材，还有一些种子。你买这些干什么？沈志英也非常实诚的回答，我炼丹。完了，他这小姑奶奶怕不是在什么邪教的地盘上长大的。沈志英拍着小胸脯保证，放心，钱会还的，不还没牛奶吃。沈木也瞪他，炼什么丹？你不知道历史上那些嗑药的皇帝最后都早死了吗？小年纪怎么还搞封建迷信了呢？沈志英鼓了鼓腮帮子，他现在这小孩的身体有一点点生气，只要闭上嘴巴，腮帮子就鼓起来了，跟软包子似的。你不要污蔑我，我是有正经传承的。这么小一点，哪来的正经传承？被骗了还傻傻的给人数钱呢？你不借我找其他人去，不借就不借哈。不行，自己去天桥下算命去。但他看了看自己小小的身躯，觉得还是算了吧。
谁信谁傻子。眼看着小家伙真生气了，沈木也啧了一声，人小脾气还大，还不能让我说了。再说了，我也没说不借你啊。沈之音下一秒就双眸亮晶晶的看着他，侄孙，你最好了。那软糯糯的小奶音甜的嘞。沈木也跟喝了蜂蜜水似的，一阵清爽。买就买吧，大不了他多看着点。有了沈木野的钱支持，沈之音很快就把想要的药材都买好了。回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把药都归类好。侄孙晚安。晚上睡觉时间一到，沈之音就回房间去了。管家过来，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和沈木野说了下。越听到后面，沈木野的表情就越难看。王家嘛，呵呵。少年冷笑一声，他一个高中生当然不会天良王婆，但吩咐下去，给赵毅和王家找点麻烦还是可以的。于是本来就突然倒霉的王家更倒霉了，焦头烂额的王康着急上火，却查不出来是谁在搞他们。怒急攻心之下，吐血进医院了。沈之音还是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再次遇到那祖孙俩听说的。他微微抬着下巴，一脸高深的道：“我说的吧，他们家会破产的。”那老爷爷也是很感激他，顺着夸奖了几句。坏人得到报应了。沈之音心情很好的掐指一算，什么王家破产的源头竟然因为自己？咦，可不是我让你们破产的啦！假装没算到天道可不能把什么都算到他头上了。给侄孙买礼物去，开心，但是没钱，还是给侄孙多画几张符吧。画完符，沈之音也没闲着，他让管家帮忙把房间阳台给改造了下，然后带着沈木野吭哧吭哧的去挖土。那小锄头、小铲子给他挥舞的虎虎生风的。沈木野表情一言难尽，他是疯了吧？才会跟着这小屁孩在这里玩泥巴。侄孙快把这些泥都搬到阳台上去。沈木野斜眼看他，我说你到底在折腾什么？直接在这里弄一块地种不行，非要种到阳台上。沈之音要在阳台上种植物随他去，他还非得把自己拉来当苦力。有些植物喜阴，不能种在这，阳台方便照顾。说话的同时，沈之音两只小手抱着一大盆土发力，瞬间就将那盆比他还高的土给抱起来了，看得沈木野眼皮子直跳。我靠，你快放下！他生怕会把那小屁孩给压住了，连忙上前将土稳住放地面上。我来，你快放下，找死呢！沈之音掂了掂怀里的头，我抱得动，侄孙你让开。沈木野骂骂咧咧的搬土，真是欠了你的，被我爸知道了，还以为我虐待你。走开，那些你都别动。1个小时后，沈木野感觉手都不是自己的了，他真傻，为什么非要自己亲自帮忙搬土啊？家里的保镖都是吃干饭的吗？2天的休息时间很快过去，沈木野又要去学校了。沈之音将这2天画的符都塞给了沈木野，收好，要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贴身上就可以了。小家伙抱着刚温好的牛奶，吸得欢快。沈木野直接翻了个白眼，你这符是批发的吧？胡说，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盯着沈木野把符都装书包里，他才满意的点点头。虽然有点嘴犟，但是个听话的好侄孙。我走了，有什么事打电话发消息，我手机带着嘛。这2天为了这姑奶奶，他都没和兄弟们出去了，净陪着这小祖宗瞎折腾，真是浪费时间。第2天，沈之音就背着小背包，屁颠屁颠的离开了。